好啦，咁啊話說喺12月嘅時候啦 B&O 咧就壓線咁樣咧喺香港推出咗咧佢哋最新嘅產品就係呢個 Beolab 8啦。呢個喇叭咧同佢以往嘅產品一樣啦，除咗可以獨立運作之外咧，亦都可以一對咁玩 stereo， 甚至係咧融入翻佢哋嘅家庭影院系統咧，成為系統裏邊啦嘅 surround 喇叭或者係特定嘅喇叭啦。咁所以其實個玩法咧依然係非常之多變嘅。咁而呢一對喇叭咧亦都而家喺我前面啦。大家好，我係艾域，歡迎嚟到 viva3.com。咁喺正式開始今日嘅 review 之前，提提大家，如果想接收最新嘅影音資訊、產品評測或者教學影片嘅朋友咧，記得訂閱我哋 viva3.com 嘅 YouTube channel，follow 我哋 IG 同 like 我哋 Facebook， 有最新嘅影音資訊會喺 social level 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咧，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因為呢3部曲可以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多人睇。唔該晒大家先。你可以見到畫面上邊咧，而家就係一隻 Beolab 8啦。咁 Beolab 8咧本身咧佢就係一個圓柱體啦，同埋咧一個球體嘅一個設計嘅。我自己覺得咧，到攞實物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啲似一粒子彈咁樣啊。但係咧，亦都因為佢呢個咁樣子彈型嘅設計咧，係令到佢咧係必須要裝喺佢哋指定嘅支架上邊咧，先可以運作。咁佢哋嘅支架咧就包括咗，例如好似而家呢度啦，咁就係一個座台嘅支架啦，亦都咧佢係有推出咗一個坐地嘅支架同埋一個掛牆嘅支架嘅，咁所以都可以因應你唔同嘅使用需要咧，咁樣去將呢隻喇叭咧固定咗佢嘅。我諗啊，你就會見到啦，呢一隻喇叭啦就係一個3路3單元嘅設計啦，分別咧就係有一個高音啦、一個中音啦，同埋咧其實喺呢度下邊咧，你會見到咧仲有一個低音單元嘅啊。咁係一隻咁細嘅喇叭用咗3個單元，其實都係咧非常之有誠意噶啦。嗱咁然後咧喇叭嘅箱體咧，亦都一如 B&O 嘅產品啦，就係咧用咗一個鋁材去製成啦。咁所以咧，其實攞上手咧，雖然隻喇叭咁細隻，但係咧非常之聚手嘅。咁然後咧個頂呢一度咧，其實咧就會係佢嘅輕觸式嘅操控界面啦，播放暫停啊，下一首歌上一首歌音量嘅調校，全部都喺呢度做到啦。同時間亦都有個 sensor 咧，你行近佢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己着翻個操控界面。呢個設計咧，亦都係咧 B&O 嘅產品咧，令人非常之中意嘅其中一個設計嚟㗎啦。咁然後咧呢一個位咧就會見到 B&O 呢個品牌嘅品牌標誌啦。咁同埋咧其實係會有燈着㗎。嗱咁然後咧你就會見到咧佢嘅接駁界面咧就喺個喇叭呢個底嘅位置啦。咁啊分別咧就會有 LAN port 啦，然後就會有佢哋嘅 PowerLink 嘅 port 啦，同埋咧會有一個 Type C 嘅端子嘅。咁電源嗰方面咧就係一個8字頭啦，咁同埋咧喺呢一個接駁端子隔離嗰度咧，其實係會有一個咪 on off 嘅掣，可以俾你去拍翻嘅。咁如果假設你係唔需要做一啲語音嘅操控咧，咁其實熄咗佢咧，咁就更加之安心啦。咁另外咧，我自己覺得好值得欣賞嘅地方就係除咗呢個支架咧係可以就咁拍實咗佢，就已經係駁咗落個喇叭之外咧，遮住嗰啲線個蓋咧，其實咧都係用咗一個磁吸式嘅設計，咁咧就可以令到你咧好輕鬆就擺落去就咧可以遮住晒呢啲電源線啊同埋啲 LAN 線咁樣啦，咁都係咧一個好細心嘅設計嚟噶。咁然後咧你就會見到呢度有4個窿啦，咁就係咧俾你裝唔同嘅面網上去嘅。咁啊，我哋今次試咧就係基本一個橡木嘅顏色啦。好啦，咁啊一個設計上邊嘅特點嘅簡介咧就帶上嚟到呢一度啦。Beolab 8屬於 B&O Beolab 系列產品當中嘅最新成員啊，亦都係呢個系列嘅入門書架型號，可以簡單咁咧擺喺台面或者櫃面使用，亦都可以咧融入 B&O 嘅家庭影院系統，成為前置、環繞聲甚至係天花喇叭啊！咁同 Beolab 28、Beosound Theatre 一樣啦。Beolab 8咧，亦都係咧由德國 Lotto Design 嘅負責去設計，而一體化嘅鋁製機身啊，當然亦都係出自咧佢哋自家嘅 Factory 5工廠嘅手筆設計咧，就結合咗圓柱體同埋球體嘅概念，最終做到咧修長而懸浮嘅外觀啊！整體嚟講係非常之別樹一格㗎。咁而後聲效方面啦 ，Beolab 8亦都將會咧配備0.6寸嘅高音、3寸嘅中音、5.25寸嘅低音單元。
分別由50W、50W 同埋呢個200W 嘅 D 類擴音線路驅動，可以提供咧高達104dB 嘅最大輸出音壓。而同 Beolab 28一樣啦 ，Beolab 8啦亦都會支援咧音速寬度嘅控制技術，可以 Y 同埋呢個 Level 嘅模式輸出。而支援嘅訊源啦就包括咗內建嘅 Chromecast、Apple 嘅 AirPlay 2、Spotify、Tidal Connect、WiFi 6連線加持之下嘅 UPnP 串流播放，同埋咧藍牙5.3嘅連接。咁最高係可以支援到24bit 192kHz PCM Hi-Res Audio 嘅規格。而針對使用空間同埋配搭嘅面網啦 ，Beolab 8啦亦都分別配備主動式空間補償同埋呢個自適應嘅調音技術。前者咧會透過內置嘅收音麥克風，針對使用環境啦做一個 EQ 嘅補償。後者咧就可以根據安裝緊嘅面罩作出咧呢個自適應嘅聲音微調。而面罩咧亦都一如以往，繼續採用咧北歐丹麥製造嘅木材又或者織物去製成。面網咧會有灰色織物、深淺橡木嘅選擇，而機身咧就會有自然鋁、碳黑鋁同埋金色鋁3種顏色。咁同近年 B&O 產品一樣啦 ，Beolab 8咧亦都繼續採用咧 B&O Mosa 嘅軟件平台。並且會咧預定喺今年加入咧流動最佳聆聽點嘅功能。咁喺使用呢個功能嗰陣啦，喇叭咧會根據已經安裝咗 B&O App 嘅智能電話嘅位置，重置咧呢個最佳嘅聆聽點啊，令到手持電話用家嘅所在點啦，立即成為咗咧呢一個喇叭嘅皇帝位啊！咁最適合咧鍾意喺屋企唔同位置聽歌嘅朋友使用啦。首先就係Y 同 Level 嗰個模式可以轉換啦，亦都有4個 preset mode 喺呢度啦，咁等同你機面嗰4個輕觸式嗰度咧都係嗰個 preset 噶啦。咁而我今次咧就已經仲有一啲預設嘅聲音模式啦，同埋咧亦都有 B&O 好 signature 嘅自定嘅一個 EQ 模式咧，就可以係俾你去設定翻啦。咁亦都可以咧用一對嘅 Beolab 8啦去組成一個 stereo 嘅 set up 㗎。咁就係立體聲配對呢一度，之後咧你就揀翻左右，咁你就可以做翻一個真正嘅兩聲道嘅效果啦。咁有咧假設你自己屋企都用緊 B&O 嘅電視機嘅話啦，你亦都可以用 Beolab 8咧去做翻你嘅電視機嘅喇叭，咁係支援到 wireless 嘅 power link 啦，同埋咧有線嘅 power link 嘅連接嘅。咁就喺呢度做 set up 啦。咁然後去到音樂呢個界面咧，就其實係入翻去 B&O 呢個 app 即係內嵌咗嘅一啲音樂嘅 source 啦，例如 DRNA 嘅 server 啦，你開咗呢度，再撳掃描咧，你就會揾到同一個 level 裏邊嘅 UPnP 或者 DRNA 嘅 server 啦，亦都支援到 Spotify Connect。好，最右邊咧就係 B&O 嘅 radio 啦，咁有本地嘅所有網絡電台啦，同埋咧亦都有啲叫做附近熱門嘅網絡電台嘅。咁撳咗入去咧就即刻播放噶啦。先講下佢嘅玩法先，咁其實咧玩法都係同 B&O 近年嘅產品都可以話係一脈相承嘅啦，但係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咧本身係可以就咁 stand alone 咁樣使用，當一個類似啲 multimedia 嘅 WiFi 喇叭咁樣啦。其次就係佢可以用一對嘅方式做 stereo 嘅輸出，甚至係咧佢亦都可以咧湧入翻 B&O 佢哋 multi-channel 嘅 ecosystem， 成為你嘅主喇叭甚至係 surround 喇叭等等嘅組合咧，咁樣完全係由你話事嘅。咁喺呢一個彈性上邊咧，我覺得咧的確可以凸顯到一貫以來 B&O 呢一個 system 嘅好處啦。咁之後聲音表現方面啦，咁其實呢隻喇叭咧真係好細隻嘅，體積嚟講係一隻細書架啦。咁但係咧其實內裏已經有3個單元，即係高音、中音同低音，而且佢出嚟嘅聲音咧絕對唔係就咁眼見佢嗰個 size 嗰個規模感嘅。特別係嗰個低頻上邊咧有一個豐富嘅能量感之外咧，其實佢嗰個層次即係中間一啲變化同埋嗰個下潛上邊咧，呢個 size 嚟講咧絕對係喜出望外嘅。咁啊單一隻已經係咁嘅表現啦，去到咧真係用一個 stereo 嘅模式輸出嘅時候咧，呢一方面你就會更加覺得咧係極之驚喜。咁絕對唔係一個細嘅書架喇叭可以出到嚟嘅動態嘅。咁啊呢一方面我自己覺得咧係 Beolab 8呢一個喇叭咧其中一個好驚喜嘅地方啦。
咁由人聲同埋高音上面咧，亦都延續住 B&O 近年我試過嘅產品嗰個風格啦，都係非常之通透亮麗啦。個人聲嘅感染力同埋嗰個定位咧，都係做得好好嘅。所以咧，其實你聽一啲流行曲啊，或者一啲人聲為主嘅歌曲咧，特別係女聲嘅話啦，其實係令到你有一個好投入、好享受嘅感覺嘅。咁呢一個咧，都係 B&O Lab 8咧其中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啦。咁除咗上述呢兩個優點之外啦，咁我自己覺得因為佢係一個 stereo 嘅系統啦，咁亦都真係可以做到真正嘅左右聲道嘅輸出嘅關係啦。咁所以個音場嘅呈現啦，亦都可以做到開揚，定位係準確嘅。例如我攞佢嚟聽一啲雷鬼嘅音樂啊、groove 啊或者係 jazz 嘅音樂嘅時候咧，呢啲音樂咧普遍嚟講都係啲樂器嘅定位會比起一般嘅流行曲咧係有個清晰嘅定位嘅。咁喺我咧用 B&O Lab 8做一個 stereo 嘅輸出嘅時候咧，佢都一樣係俾到一個好清晰嘅定位我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追求緊一對立體聲嘅輸出嘅話咧，咁 B&O Lab 8應該都係可以令到你滿意，同埋咧佢嘅 size 真係好細，以呢個咁細嘅 size 俾到呢個規模感，又俾到呢一個嘅音效表現你咧，我覺得 B&O 今次咧係做到一個咧好好嘅示範作嘅。真心無罪，又要會相會 Say goodbye, I wanna be 有了別的不會如此鏡子天上照路正常，但你不作聲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咁總括嚟講啦，我自己覺得 B&O Lab 8咧係集合咗咧一個好出色嘅外觀設計啦，然後係一個 B&O 產品必定要有嘅一個好好嘅製作質感同埋質素啦。個聲音表現啦，因為佢係 B&O Lab 嘅系列嘅關係咧，我之前試過其他嘅例如 BOP 嘅產品，甚至係近期我都試咗好多嘅 B&O 3系列嘅產品咧。咁 B&O Lab 嘅產品你明顯係咧都係會高出咗一籌嘅，咁亦都反映咗喺佢嘅售價上邊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一個對聲音有要求嘅 B&O 嘅 fans 嘅話咧，我自己覺得 B&O Lab 8咧今次係有做咗一個咧好緊湊、好細嘅 size， 但係咧亦都係真係俾咗一個咧好理想而真正嘅兩聲道嘅效果出嚟嘅一個產品嚟嘅。我自己覺得我哋拍出嚟嘅畫面上邊，你未必呈現到佢嗰個質感，你係真係咧要親身去感受一下、去睇一下咧，你先可以感受到呢一對喇叭咧嗰個質感嘅上升程度去到邊度㗎。好啦，咁今次咧 B&O Lab 8呢一個 review 咧就大致上講到呢一度啦。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comment 訂 channel 都撳訂閱，咁我哋之後咧撳埋有邊個鐘仔，我哋有新片咧就會通知大家噶啦。咁而家咧 B&O Lab 8喺 B&O 唔同嘅 showroom 啦，都已經係有陳列出嚟啦。咁我自己覺得試嘅時候咧，真係可以先睇下個外觀設計，例如唔同嘅顏色啊，或者佢嗰個金屬嘅質感啊，佢嗰個網罩嘅質感啊，都係一貫咧 B&O 產品好着重嘅地方啦。咁其次就係咧，你真係要嘗試下用佢個 app。同埋你自己用開 AirPlay 或者 Chromecast， 如果你熟悉 UPnP 嘅朋友咧，都可以喺呢啲嘅唔同嘅 source 或者唔同嘅使用嘅體驗上邊咧，去感受下究竟呢對喇叭滿唔滿意到你啦。然後咧就真係坐定定咁樣去聽下咧，究竟 B&O Lab 8可以帶到俾你嘅聲音體驗係點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今次 review 成個流程咧，都係大致係咁樣嘅。有興趣嘅朋友咧，真係可以去 B&O 嘅 showroom 度睇下啦。咁今日咧大致上講到呢一度，下條片再見，拜拜。